大家好，今天呢，我想在这个视频和各位介绍，财富观是以佛教的角度，因为我想世间所有的人对于钱呢是没有人会说 no 就是每个人都喜欢，也很执着这个钱财。但是我们有一句话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我们古人所说的。那在我们佛教而言呢，这个钱财是如何积累而来的？佛陀已经和我们开示，为何会今世富有富足，是因为我们过去生中不断的去上供下施。上供就是上供三宝下施就是施予给比自己更不足或是贫困的人这是佛陀所说的这个叫做佛教的因果循环的关系。那钱财呢，支票嘛，大家都知道是4只脚，那人呢，我们人只有2只脚。2只脚要去追4只脚是很辛苦的，我相信。所以有一句流行歌，我不知道各位听过吗？叫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我觉得也蛮符合这个逻辑性的。这个3分天注定呢，就是佛陀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希望此生有富足，个个都能够物质不匮乏，那我们就得要去在前世呢，或者在现世呢，就是要有这样子给予付出利益他人的这种心思，这是非常重要的。那7分靠打拼就是大家都不用说，我们一定要很辛苦的，我们才能够去赚取这个积累我们的财产以及财富。那我们很辛苦的去积累这财富的时候呢，其实在佛教而言呢，财富的本质是变异性的流动性的。这怎么说呢？因为佛陀告诉我们过，这个钱财是属于5家共有。5家指的是水灾、火灾、盗贼、国家或是国王，最后呢就是不孝子孙，这个合而为5所以在佛教的概念是说，这个钱财呢，其实真实的而言呢，不是真真确确属于我们自己所拥有。为何呢？如果你是碰到有水灾火灾的话，是不是钱财就是随着这个天灾就消逝了？人祸呢，如果说政局不稳或是各方面的种种的外在的经济大环境的条件不是非常的理想，那我们的金钱也会随之而减。那再来呢，就是还有加上说我们自己有不孝的子孙，就是人家俗话叫败家子就是我们很辛苦一辈子所赚取的这些钱财呢，但是呢出了一个家里的不孝子孙，就会把我们所有的财富呢败坏散尽。所以这也就是佛教所说的这个金钱呢，是变异性、不定性不真实性。那可能你们会想说，那我干嘛那么辛苦的去积累这些世间的财富呢？第一，我们必须要延续我们滋养我们这有形的色身，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佛陀呢，在经文里也说，这些我们所积累的财富需要分作几个等份第一是自己所受用一切，第二呢，孝敬自己的亲长例如说父母亲等等或者是你有自己的下一代
你必须要去有责任去养育他们。那再来呢，第3个呢，就是要施予给一些比自己经济条件更差的一些弱势的人，或是比较贫苦的人还有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也要去做供养三宝护持等等这些。这是在佛典里面，佛陀曾经跟我们说过，我们的钱财呢需要分这几个等份，一个大方向。那至于这整个细节上呢，就是端看于每个人的个体的经济的条件而言去做分配因为钱财是如此的不定性，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在古印度呢，他们喜欢拜一个叫做功德天这个功德天是代表就是好像是财富的这种神之类。那有一个家庭呢，本来是很有钱的，但是碰到一些外在环境、经济种种的因素呢，家道中落。那这个人非常的虔诚，他就去拜这个功德天。那他非常虔诚，经过了些许的时日，有一天他一开门就看到这个功德天女，哇，长得非常的庄严，非常的美丽他就想我的虔诚所感，终于这个功德天女来到了我的家了，我可能要发财了。他非常的高兴，非常欢喜。而后呢，随之而来的，就在这功德天女之后呢，就尾随着一位这个长得很丑陋，全身黑黑压压的叫黑女。然后呢，他不想让她进门来，他一直很排拒。他说：“我只要功德天女来，因为她带给我的是财富，她让我会有更多的这个钱财，之后会有更多的幸运这是他一个概念。结果这个黑女就跟这个人说：不行不行，我们2个是合而为一体的，一体两面的。你让她进来你的门，我一定要跟着她，因为她是我的姐姐。”我们是血肉至亲我们是分割不了的。所以你引请了功德天女来到你家，那我这个黑女呢，一定也要踏入你家。这是什么含义呢？功德天女就是说我们会有钱财，但是呢，黑女就是代表的意思是说，我们可能也会随之而会有所减损就我刚刚所提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嘛就是说佛陀说呢，我们的财产积累一切都是5家共有。所以呢，我想今天很简单的和各位在这部分做一个分享和解说希望也给各位一个有一个新的想法如果你有任何想要留言的呢，你也可以在我们这个视频的留言板给我们一些回馈谢谢。